这是我们做过的第5款以阿波罗为原型的积木套装了，也是5款里面唯一一款有4速变速箱和换挡拨杆联动的作品。当然，它的原型并不是阿波罗 IE， 而是全球限量只有10台的阿波罗 EVO。除了有变速箱和换挡拨杆联动以外，这款套装还加入了动力组件的快装快拆功能，也就是说，它是目前市场上不多见的，同时具有动态版和变速箱的1:8超跑，尤其是在动态版情况下，还可以支持遥控换挡。那具有这个功能的超跑就比较少了，大家掰掰手指头都能算得出来。那其他功能包括前后独立悬架、行驶与发动机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车门开合联动、引擎盖开合，这些相对比较常见的功能。不过驾驶座调节这个功能并不算太常见。那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啊？没错，在核心功能方面，和我们上个月评测过的 K 盒子兰博基尼大牛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这也是一款来自 K 盒子的套装，编号10519，成品长57厘米，重2.5公斤。所以 K 盒子自家这2款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等同于乐高42143法拉利和42115兰博基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基于同一个底盘方案的外观换壳车。在 K 盒子兰博基尼大牛那期测评中，我们最终看到了完美遥控换挡的大牛，当然过程中经过了我们的一点点 bug 修复，所以本期评测我们会重点看一下这款阿波罗 EVO 会不会有新的 bug， 以及最终实际的测试一下成品的功能稳定性，还有外观牢固度等方面。下面简单看一下拼搭过程。这里看一下后悬架以及变速箱部分，变速箱4个档位的齿轮比依次是1:1、1.2:1、1.67:1、2:1，和此前兰博基尼大牛也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可以加入电机来测试一下，测试下来4个档位下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包括一边行驶一边换挡也没有问题。这里测试一下发动机联动。这里看一下换挡相关的联动结构，首先在结构方面和之前的兰博基尼大牛基本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是以乐高42115的换挡结构为基础进行的电改方案。测试下来手动换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通过电机来遥控换挡就不行了，其原因也是和大牛完全一致，也就是套装中配的这枚45590橡胶零件的硬度太硬了，所以需要更换为软一点的版本。另外还需要换一根碳纤维十字轴，详细的也可以在大牛评测视频中看一下。那经过调整以后，可以看到遥控换挡还是非常顺畅的。另外转向与方向盘联动结构和大牛也是一致的，所以异常问题也同样存在，也就是这枚直接连接4伏电机的28齿齿轮，如果旋转90度会造成转向齿条零件的过大的运动行程，而实际上齿条又运动不了那么长的距离，因此也就会导致齿轮和齿条这里发生滑齿的问题。虽然此前兰博基尼大牛的改造方案同样适用于这辆阿波罗，不过这里我们来看另一种解决方案，大致的也就是将这枚28齿齿轮更换为2枚12齿齿轮。那经过修改，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另外，作为对这个结构的进一步加强，我们还可以选择对4伏电机稍微做一下加固。在开始外观搭建之前，我们这里可以对底盘的所有联动结构做一下全面的测试。好啦，这款套装的拼搭用了大概18个小时，成品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如果说阿波罗 IE 看上去还像是一辆来自地球的顶级超跑，那么 EVO 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星际战舰了。作为一款线条锐利且未来感、科幻感十足的超跑，阿波罗 EVO 这个题材确实非常适合用积木来进行搭建。原型车的 X 型前大灯在这里是使用了白色十字轴连接件和毛头零件进行还原。车头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前脸轮廓，这里虽然做了搭建，不过感觉锐度稍微差了一点。车头下方碳纤维材质的下扰流板使用了碳纤维纹理贴纸进行还原，其他的还包括前轮眉向后延伸的翼片，两侧车门和侧裙部分的复杂的空气动力学曲线，后轮眉向后延伸的翼片，车身后方的可以打开的引擎盖，两侧非常夸张的翼片，以及从车尾看上去呈爆炸型的6片散热片，中间呈倒三角形排列的3个排气管，下方的扩散器那全部都做了搭建。打开后方两侧像翅膀一样的这2片引擎盖，还可以透过这个半透明的内盖看到里面的6.3升自然吸气 V12发动机，而前后悬架两侧的避震也都可以在外观面上被看到。
驾驶室里面也有一些设计，不过原型车的方向盘并不像积木那样是圆形的，所以感觉这里应该用其他零件搭一个类似形状的方向盘出来会比较好。4个车轮 ，K 盒子在这里使用的是3000年的同款轮毂，虽然帅还是蛮帅的，但是和原型车并不匹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功能表现。首先前后避震回弹，测试下来虽然功能是正常的，不过悬架行程比较小。前悬架压下去以后，上面有个零件会和轮胎发生干涉，后悬架压下去一点以后，下面的翼片就会贴着桌面了。行驶与发动机联动。测试下来，在4个档位下，功能表现都是正常的。转向与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同样没有问题。两侧蝴蝶门开合联动，也就是像这样按压后轮眉前方的一枚后孔臂，打开以后还是比较稳的，不会自己掉下来。两侧的引擎盖开合，功能没有问题，不过感觉支撑性不是很好，会自己稍微往下掉一点。另外就是驾驶座调节功能，虽然设计方案是通过边上的一根拨杆来实现调节，不过实际上直接用手去掰这个驾驶座就可以了，感觉反而更方便一些。另外和我们上个月评测的兰博基尼大牛一样，方向盘后面的手动换挡拨杆测试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款车子的拨杆的位置比较靠内，所以实际上不太好操作。最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官方从未提及的，可能是属于隐藏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可以在车底这里看到一个67139 3×5带挂钩孔科技面板零件。那我们这里也顺便测试了一下，可以看到确实是可以像这样挂起来的，不过不知道耐久度怎么样。接下来老规矩，在动态版测试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成品的牢固度。经过测试，基本没有发现异常松动的零件或者模块，包括绝大部分的科技面板，设计师都做到了对角度的固定，包括从车头、车尾或者车身两侧像这样抱起来，以及直接从驾驶室这里像这样伸进去拎起来，可以看到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就是动态版测试，和兰博基尼大牛一样，需要用到一套主控、2枚私伏电机和2枚 XL 电机。私伏电机直接在车底预留好的位置装上去就可以了，2枚 XL 电机则需要从驾驶室后面像这样装进去，虽然稍微麻烦一点，不过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先看下遥控换挡，可以看到经过我们的改造呢，这个遥控换挡的顺畅度在成品阶段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测试一下车轮和 V12 发动机的联动。可以看到联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4个档位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传动比的差异。转向与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接下来是下地行驶测试，可以看到下地行驶表现基本上和此前我们评测过的兰博基尼大牛差不多，几个档位下也能够感受到速度的差别。最后看一下包装，彩盒采用了今年 K 盒子常用的异形车库版包装，正面是成品的渲染图，左下角标注了年龄定位、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右上角标注了1:8的模型比例。打开彩盒，里面有2个零件分盒，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9个零件分包，6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装在透明袋子里，一共有638步，贴纸只有这样很小的一张。